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复仇之刃》。3个角色可以选择，但是开场剧情交代的部分，大家看这个背影就知道，我并没有选错人啊。这款游戏也是一些小伙伴呼声很高的，期待了有一阵子的游戏。我记得当年的玩家都管这款游戏叫做《战斧4代》。但实际上，战斧根本就没有出4代，而是在街机上推出了后传，以及在2公主平台推出过一款3D 化的作品。这款游戏的素质还是很高的，操作键一共有3个，分别是攻击键、跳跃键，还有一个是使用道具键。道具咱们可以通过暂停之后，用方向进行切换。游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隐藏，我知道的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拿。一般来说都是隐藏着宝箱，或者是增加人物攻击力的道具。刚才我落下来没看脚下，所以说跟敌人撞到了。但其实这种情况打得细一点的时候可以避免，因为咱们暂停之后可以通过瞭望来看一下屏幕外边是一个什么状况。这款游戏的剧情和战斧也没有任何的关联，说的是一位先知召唤了3位战士来对抗黑暗女王马纳克斯的故事。咱们在过场动画里边看到的那位老者就是先知，这里捡到的黑色的袋子就是钱袋，捡到的闪着光的像精灵一样的东西就是增加咱们攻击力的，一共可以增加2次。人物在换装之后还可以继续升级，但是女战士换装感觉防御力变低了，护甲会变得很多，但是攻击的方式变成了远程攻击。前方有一个门，在第1关的这个地方是有跳关的隐藏道路的，如果想速通可以选择跳关的方式。游戏的长度一共是8关，每一关的流程都不算短。如果想要找全所有的隐藏，通关一次大概要1个小时以上。这里又有隐藏的要素了，但是考验玩家跳跃节奏。咱们的普通攻击就是横砍，按住上按攻击就是强力的劈斩，方向按下不动是防御。防御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，游戏当中对付一些精英怪就需要利用到防御的技巧。红色的瓶子是血瓶，捡到之后就存在你的道具袋里，拿出来使用会回复1半的体力。另外还有几种道具，包括隐身的药剂、短暂时间无敌的药剂，还有防毒的药剂、清屏的魔杖，还有清屏的戒指、变身的卷轴，增加攻击力的卷轴。这些东西在商店里能够买到，商店里边还能够买到增加你的生命值的道具。这里又是一个隐藏，我相信当年第一次玩这款游戏的小伙伴
很少有人有勇气直接站在平台上沉没到岩浆里面去，所以这个隐藏藏的还是比较深的。回头慢了，结果被小火人碰到了一下。这里就是本关的 BOSS 战。BOSS 是一只火精灵。咱们开场剧情介绍的时候，先知就提到了，咱们首先需要穿越火焰之山，在这里会碰到一个强大的火系生物。BOSS 一共有2种形态。第一形态打爆了，第二形态当它的本体出现的时候，发射攻击的光线更加的疯狂，咱们需要长时间的防御。另外，它的动作也变快了，所以每次机会攻击它的次数会变少。这样的话，第一关打完。每关结束会进入一个结算的环节，然后是下一关的剧情交代。关卡开始之前，还会让咱们进入一个商店。这里先走上路。第二关的场景是地下墓穴。刚才先知告诉主人公，咱们需要找到一个瞭望塔，塔的入口就在地下墓穴的某处。拿到钱袋之后，咱们返回这里，没跳上去，我使用一下大跳。跳跃攻击的时候，你会跳跃得更高。后面也有利用到大跳的版面。如果大跳攻击使用的不熟练，也有其他的技巧可以代替。需要利用到蝙蝠，坐到蝙蝠身上，让它把你咬上来。这让我想起了恶魔城初代。游戏的一开场有一段地下水路，如果不想走的话，就可以利用蝙蝠把你咬到非常高的台阶上。后面还有一个场景，利用美杜莎的头把你撞到上方的台阶上，都是类似的原理。一般来说，劈砍的攻击力比较高，但是准备动作也很长，所以说面对比较强的怪物的时候，最好是蹲着打，防御然后反击。另外，这款游戏还有一个额外的损血的设定，就是如果你从高处跌落的话，是会损失一定血量的。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尽量避免；但是对于高手来说，想要速通，很多地方就要跳下来，用体力来换时间。这里是新类型的敌人，一个骷髅的战士，拿着一把镰刀，掉了一个血瓶。进门的操作就是在门的位置按方向的上。这里我贪刀了，防御之后使用了劈斩，这样的话再次防御就来不及了。操作失误啊！
这种失误多年前是无法容忍的，但是现在大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。哎，他自己跳下去了。我感觉我已经快把他砍爆了，每次打到这里都是这样，所以我不大确定刚才这个怪能爆出什么东西。这个地方走下路，能够拿到第二个增加攻击力的道具。2个就满了，但是这个道具下方有一个按钮，这是一个陷阱，如果你踩到的话，会出现2个怪，把你夹在中间。像这种机关都是吃过亏上过当，下一次才知道。因为第一关这种机关踩了之后可以出现一个宝箱啊。走上路，原路返回，因为咱们如果直接走下去的话，肯定会有低落的伤害。后面有落石，这个落石做的不是很有气势，太小了。这款游戏人物的贴图确实是有一点大。小的时候一度认为16位游戏机的人物贴图就应该比8位机的要大，所以说贴图越大的游戏素质就越高。现在当然不会再那么想了，但是当年接触到的机种有限。干掉这里的狼人，得到了一枚戒指。戒指的作用是可以把屏幕上的敌人变成钱袋。这边也是有一个隐藏的道路。不同的敌人攻击的次数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不熟悉的话，或者忘了，咱们可以先观察一下。电梯下到底层了，这种蜘蛛应该是普通的形态，没有碰撞伤害，但是离得近的话，它会飞扑。游戏的人物贴图大，看起来虽然有破裂，但是屏幕边缘刷怪的时候，留给玩家反应的时间就少了。所以说，感觉日式的厂商很少做人物贴图这么大的游戏。所以《复仇之刃》就是一款非常明显的美式的硬派动作游戏。刚刚过来那个位置，我也是用了大跳。男战士恐怕就要做一下蝙蝠了。这边还有东西。刚才捡到的红丝带的卷轴，就是短时间之内增加人物攻击力的。一般来说都是打 BOSS 的时候用，尤其是一些非常难对付的 BOSS。这里又是一个增加攻击力的道具，但是我现在2星了，已经满了，所以捡不起来了。劈砍的攻击范围还是远，有高度差的敌人都可以打到。
我的血量已经掉了一半了。把血瓶拿出来喝一瓶，血量回满，然后再进来打 BOSS。本关的 BOSS 小的时候还以为是一个法师，但实际上根据剧情的设定，他是一个邪恶国王的灵魂。隐身现身之后，先是一个攻击，攻击之后咱们就可以砍他了。后面他发射魔法攻击的数量会上升，然后动作加快，并且出现的位置也对玩家进行跟踪。这种情况我就不敢出手了，砍他的话碰到敌人自己也会掉血。开始发射3个魔法，后面还有一个形态。出场的位置就是和玩家重合，这样的话反而好对付。打完了，最后还掉了一点钱袋。女战士这个战斗姿势真的是可以啊！这里就是商店，买2个生命吧。第3关，咱们终于来到了北瞭望塔。这个塔的作用是守卫失落之城的地牢。当年玩这款游戏，使用女战士上下楼梯的时候，手柄的方向键就经常的失灵，导致人物在那儿不动了，暂停半天。我还得趴在屏幕上检查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。这关有很多机关，让我想起了恶魔城的石基塔。第3关咱们要额外的珍惜一下，因为下一关商店里边就卖新的装备了，装备上之后咱们的防御力也就变低了，护甲变多。看他上下楼梯，我想起了那首歌，叫《一帘幽梦》。利用了一下劈砍，攻击的范围比较广。刚才停顿了一下，真的是我键盘失灵了呀！先走左路吧。刚才跳这一下草率了，应该先在台阶下方观察一下。进房间，这里出现了一种新的怪——石像鬼，增加攻击力的道具捡不起来了。石像鬼爆了一个戒指，也是清屏用的，但是我很少想起来用啊，因为你首先需要暂停游戏，打开菜单，把它的道具调出来，然后再用，感觉还不如平砍。
第3关的流程是比较短的，咱们距离 BOSS 已经不远了，而且本关的 BOSS 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怪物——美杜莎。这个狼人还会从后面来啊！下次遇到他要小心了。虽然我觉得从后面来也不错，但是有些时候反应不过来啊。看我的血量，打 BOSS 之前一定要喝一个血瓶了，因为本关的 BOSS 虽然攻击的范围不是很优秀，但是攻击力是真的高。又一只狼人，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给他的身后留出了一定的空间，防止他再跳过来。下面看不到底，所以不要着急往下跳。又撞了一下，这次真的要喝血瓶了呀！血量不足一半了，大概是一半，因为它表示的方式是拧着来的。血量回满，这样的话打 BOSS， 打他就是蹲着砍，我感觉也没什么技术含量。他走了呢，咱们就跟着。感觉 BOSS 还是很肉的，应该已经是2形态了，移动的方式发生变化。打我一下好疼啊！好的，这样打完。游戏的流程比较长，会分多期给大家录制。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